殿下，让兄弟们再送你一程吧。不必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记住，给你留着2万精锐，可不是吃干饭的。时刻注意匈奴动向，若有任何异动，记得随机应变，事急从权，可先斩后奏。喂，这。 快去禀报！连着鹿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伴侣，而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生不息的烟火，换你一次长意的交错。当夜雨落，岁月的长河，我还要等着你来找我。花开不见月。
还有不忘，是画面长长，漫不经自由。若是不想起，不必要让人妄想，是我不是一人深深风光，是我不是一人深深。哎，看看了啊！哎，便宜了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阿姨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关于翁归的。翁归，翁归，他没死啊？真的吗？那你快带我去见他。千真万确，他们假死啊，是怕有人再次加害。这件事情呢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我一定不说出去。那你快带我去见他，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他说。他不在赤谷城，你若想见他的话，得等几天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将军，不好了！说什么呢？见鬼了！对，我看见了。这大白天的，真见鬼了！滚！摸够了没？殿下，没死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去，装什么未卜先知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死？直觉，咱们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这么久都没事儿，一把火就能把你烧死，我才不信呢！哎呀，我这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出来，你说你也不请我坐着说话啊？好。哎呀，这好长时间没喝酒了。殿下，你没死，昆明他知道吗？安索克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请你帮个忙。这件事情跟昆迷有关。殿下尽管说，安索克能做到的，一定去做。好，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虽然是死里逃生，可我是畏罪潜逃，眼下我还是乌孙的逃犯。可是我要你帮我做的这件事情，是率领你的部队随我一道杀回赤谷城。殿下可有昆迷的符印？废话，有符印我还找你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是逃犯吗？可是没有符印，我怎么调兵啊？安索克，你这带兵在外，赤谷城里发生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常山西侯和胡姑狼狈为奸，软禁了昆迷，把持朝政，为所欲为。眼下赤谷城已经乱作一团，你可知道？有这种事儿？我翁归向祖宗神明起誓，刚才所言句句属实。安索克，昆迷眼下重伤在身，所以无法与这些奸臣抗衡，所以我更需要你带领你的军队跟我一道铲奸除逆，救出昆迷。殿下，我手下的这些将士，个个都是跟你出生入死拼出来的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们全跟着走。可是没有符印，咱们出师无名啊！如果让奸臣挑衅，那咱们可是反叛的死罪啊！这用得着你提醒？你忘了我怎么成逃犯的了？殿下，你身为昆迷的弟弟，我又是一个带兵的大将，擅自调兵。这次起义要是失败，若要被定罪的话，可是人头不保啊！你说的没错，一旦失败，安索克，我与你一道人头不保。可是，一旦成功，你可是协助昆迷夺回王位的大功臣。在乌孙，你可要青史留名了。
什么？听说夫人昨晚去见了昆弥。昆明病重，我去看自己的丈夫怎么不行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我有关系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任何人都不能亲近昆弥。我说的任何人也包括夫人你，听得懂吗？啊？把孩子还给我，我再也不去了。我当然会把孩子还给你。但是有件事儿我要提醒夫人，你身上流着的可是匈奴人的血。嗯？这个我当然没有忘。很好。我还想请问夫人，如果昆弥病好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是乌孙的昆弥，我只不过是代为协政。等他病好了，王位还是要还给他的。还给他。夫人，想必你已经忘了匈奴人有一句老话：狼要生活在狼群，纵横草原；狼要生活在羊群，那就得终身低头吃草。夫人身上流着的是匈奴人的血，却因为常生活在乌孙，已经把匈奴忘了，口里还念念不忘昆弥。夫人，今天这个局面，我得来的好辛苦，你还让我把王位让出去啊？如果昆弥翻脸无情，给我定个谋权篡位的罪名，我该怎么办？嗯？昆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只要你诚心认罪，死罪一定能免。把孩子还给我！你刚刚答应我的。孩子，我可以还你，但不是今天。他可是王储，是乌孙未来的王储，放在你这儿，我实在不放心。万一夫人把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狼养成一只温顺的绵羊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我要带到我府上去养。夫人若是想他，来我府上便是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照顾不好他？昆弥还是你丈夫呢，你照顾好了吗？翁归去找右大将搬救兵，已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他空口无凭，右大将能信他吗？哎呀，公主，你就放心吧，翁归口才那么好，再说他的身份摆着呢，右大将不会不信的。怎么了？胡姑。乌孙的祖先们，请你们保佑昆弥，让他早日康复，早日获得健康的躯体，早日让他明白我对他的一片真心。希望你们保佑，保佑乌孙未来的希望。我和昆弥的儿子，你让他平安长大，成为草原上最伟大的昆弥。祖先们，只要让他们父子平安，我胡姑愿意奉上生命。
缠着我呀！现在是白天，你尽可好好看看我，是人还是鬼？你没死啊？让你失望了吧？那个尸首，阿彩，阿彩是为了救我才被火烧死的。那你既然没死，干嘛躲躲藏藏、装神弄鬼的？这次，我想躲在暗处，好好的看一看，谁才是我真正的敌人。敌人？你是说我？过去也许是吧，可现在你我是同一条战线的人，你的朋友已经变成你的敌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没空听你说这些。你没死的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赶紧离开赤谷城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常山西侯跟你亮明身份了吗？冯辽，你告诉他，常山到底是谁？常山西侯其实是匈奴人，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同仆都尉。他游走西域36国，专门执行绝密任务。你都知道？我也是刚知道的。虎姑，你虽然是匈奴人，但我相信你对昆弥的感情是真的。你我都是女人，也都有过一个孩子，我相信你会为了你的孩子不顾一切，对吗？那又能怎么样？昆弥被软禁在宫中，我的孩子在常山手里。解忧，你救过我的孩子，今天我放你走，算是还了你的恩情。你快走吧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我不会走的。你我是乌孙的左右夫人，现在昆弥有难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要一起努力保护昆弥，还乌孙一片宁静。就凭我们没有兵权，没有内应，怎么可能扳倒常山？只要你我联手，就一定有办法。常山西侯再厉害，他也是个人，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。行了，合作的基础是信任。你我阵营不同，天生就是敌人。我不会相信你，你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我。就算我们俩联手，我们也不可能把孩子从常山手里夺回来。只要孩子在他手里，我就不可能冒险。你现在处处被动，难道你指望常山西侯他大发慈悲把孩子还给你吗？没错，孩子的性命固然重要，那昆弥的性命就不重要了吗？常山一旦决定利用你的孩子作为统治乌孙的工具，他会放昆弥一条生路吗？公主，有人。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我们自己。哎呀，我说公主啊，你长点心行不行？胡姑什么人啊？什么话都跟他说，你就没有想过他跟常山西侯是一伙的？你说的对，他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。要以前我肯定不会相信他，可是现在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根本扳不倒常山。侯爷，有紧急情况。说，右大将军率军离开驻地，连夜行军，直指赤谷城。右大将来的正好，我正愁没机会收拾他。没有兵符就敢起义，这是谋反。马上通知各营将领整顿队伍，准备与叛军交战。喂。
我的侍女呢？侯爷有令，您的那些侍女年纪太大，怕侍候不好夫人，因此再为夫人选派一批新人，这2天就会来服侍夫人。出去！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我们自己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末将率骑兵同叛军作战，在叛军的队伍中，末将看到温圭将军。谁？温圭将军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末将亲眼所见，温圭将军骑在马上，同右大将并肩而行，两人谈笑风生，还让末将给侯爷带话，说让我们放下兵刃，开城投降。如若不然的话，他们就什么？他们就用侯爷的脑袋做开城的钥匙。文圭还活着。文圭现在离这儿还有多远？还有300里地。传我口令，所有守军紧急戒备，严防死守，绝对不可开战。传令之后，带一半士兵搜查赤谷城的每一个角落，必须要找到刘解忧，听明白了吗？右夫人，右夫人她不是死了吗？废话！文圭活着，刘解忧还能死吗？我的话记住了吗？给我找到刘解忧！喂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儿，我这儿随便转转。有事儿吗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艾拉，最近你听说什么没有？我刚刚听说一喜讯。喜讯？啊，说温圭没死，跟右大将正在来赤谷城的路上。温圭没死啊？我刚听说的呀。我手下的人看见了，这还能有假？这温圭既然没死，那刘解忧应该也在赤谷城。你见过没？没见过。要是我见到他了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好，忙吧，没事啊，忙吧。奎米，长山，怎么这么快就忍不住先来杀我了？昆弥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小侯怎么能伤害昆弥呢？右大将他意图谋反，请昆弥立刻下旨，小侯会奉旨将他捉拿。那右大将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没有得到昆弥旨意，就率军攻打赤谷城。哦，不过昆弥放心，小侯一定把他抓回来。
让昆弥治罪。想不到安索科那小子还不赖啊！现在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，请昆弥立刻下旨。长山啊，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？逼宫。为国为民，忠言劝谏，这怎么叫逼宫呢？写不写？不写。写不写？不写。等等，等等，我写，写。右大将练兵有方，忠心为国，功在千秋。我让你下旨，对你是有一份敬意，没关系，这旨你可以不下，无所谓。别忘了，你的符印在我手里，我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。长山，你也别忘了，右大将他骁勇善战，你不是他对手。你要跟他对战，你必输无疑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姑放了，姑赦免你犯上作乱之罪，如何？那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？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派人去匈奴请兵了。只要匈奴大军一到，我打开城来，你猜怎么样？右大将就算再能打，他也得投降。你还有，只要你在这儿，翁归跟右大将他们胆子再大，他们敢轻易攻城吗？啊？你说谁？翁归。翁归。你以为你挟持了我，他们就不敢攻城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长山，乌孙子民只听我一个人的。你若让他们知道你挟持了我，那后果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昆弥不说，倒是提醒我了。乌孙现在大部分官员都偏向匈奴，只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还梦想着大汉。我告诉你，我会慢慢的一个个将他们除掉。到那个时候，大权在握，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乌孙的子民吗？昆弥既然说了，我也不能轻视。看来第一个拿来开刀的还是右大将吧。小侯现在想请昆弥好好休息，我现在就出城守卫城池，与叛军一战。翁归若没事，那解忧，安索克，此处离赤谷城还有100多里，你命令部队连夜急进军，明天天亮之前应该就能赶到。部队交给你带，我先走一步。记住，到了赤谷城先不要行动，等我的消息。温贵殿下，我可是拼了身家性命跟你回来的，这眼看就要到了，你怎么撂挑子？谁说我撂挑子了？我这不先回去
去找右夫人吗？这大战在即的，你不好好带着大伙儿打仗，找什么右夫人？咱们打到赤谷城去，你不自然就见到了？你这个脑子，我要说你什么好啊？你想，常山他知道是我带兵回来，他当然知道我没死。那我没死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解忧也没死？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全程搜捕解忧。我提前回去，就是要防着这一点。哦，再说，他一定想不到我会偷偷提前回城去。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，不是能更快救出昆弥吗？嗯。安索克，兄弟们的性命可就交给你了。殿下放心，安索克在，兄弟们就在。您要多加小心，找到右夫人，尽快联系我们。嗯，先走一步。这。那边好像有人。解忧，什么人在叫？解忧，解忧，你快出来见我！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靠自己。是胡姑，胡姑，公主，你不能去，她信不过。她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走。解忧，你来了。我想明白了，什么人？胡姑，是我请她来的。要扳倒常山，只能依靠胡姑了。我和解忧已经见过一面了。解忧说的对，现在乌孙一片混乱，昆明又被常山软禁，想要解决问题，必须靠我们自己。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，或许能扳倒常山。动手！不行，我不同意，太冒险了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我要是想抓你们，现在就抓了，何必骗你们去宫里呢？就按胡姑说的做吧，虽然简单，但是有效。可是公主，嘘。我的好妹妹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容易轻信别人呢？你个骗子！闭嘴！要想扳倒常山，救出昆弥，必须听我的。常山侯爷，右大将已率领戍边部队抵达赤谷城外，声称侯爷要交出昆弥，还说侯爷软禁了昆弥，把持朝政，居心不轨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右大将听说昆弥病重，于是起兵造反。一个反贼的一面之词，怎么能信呢？我还没问你呢，那里翁归没死，跟这帮反贼在一起，还是这帮叛军的首领，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翁归将军没死。对呀，确实，我也有所耳闻。常山西侯，请不要转移话题。昆弥现在到底在哪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昆弥病得再重，也应该出来给个说法。就算昆弥不在，那代他摄政的左夫人在哪儿？我在此。既然左夫人来了，眼下右大将兵临城下，请问左夫人该如何处置？诸位不必忧虑，眼下有一件比右大将更加严重的事需要处理。我敢担保，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右大将的事自然就解决了。夫人所说的是何事啊？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刘解忧没有死。刘解忧没死，现在就在我手里。如今乌孙一片混乱，为何大家不想想究竟是因何而起？刘解忧私放李陵，引来匈奴和大汉为敌。随后，太后去世，昆弥打猎受伤。眼下右大将聚众谋反，
所有的一切都是因刘解忧而起。刘解忧已经亲口承认，害死太后的主谋就是他。真的吗？如果大家都没意见，我现在就把刘解忧带进来，让他当着大家的面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。我把刘解忧交给你，你把儿子还给我。关键是他能认罪吗？昆明在你手里，他怎么可能不认罪？诸位，既然刘解忧没死，他也肯认罪，那我们不妨把他请上殿来，看看他说什么。怎么样？对，好，把他请上殿来，这没错。带刘解忧。果然还活着。哎，你说你是陷害太后的主谋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太后确实因我而死，我愧疚不已。今天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希望大家可以宽恕我，免我一死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既然他已经承认了，还让他说什么？各位，对，什么都不说。既然刘解忧来了，就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大家都在，要实话实说。你是怎么害死太后的？所有事情的起源，都是因为孩子。话说清楚，什么孩子？大家都记得吗？乌孙出兵大渊的时候，我怀了昆弥的骨肉。可就在我生产之前，却突然滑胎，失去了我的孩子，也让乌孙失去了一位王子。可是自我怀孕之后，我就非常小心，滑胎之事太过突然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于是我就开始查，没想到，害死我孩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太后陆虎母。你说什么？太后为了保住王室血统的纯正，不惜害死了好几位王子。她在给每一位核心公主的安胎药中，都加入了滑胎的药物，让我无法保住我自己的孩子。而细菌公主也是如此，失去了她的孩子。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还敢污蔑太后的名声？我告诉你，刚才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句句都是死罪。正是因为我知道太后这件事情，才让太后遭奸人所害，死于非命。还在狡辩？你现在就是罪人！我何罪之有？刚刚你还亲口说你杀了太后呢，大家都听到了呀。我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却从来没有说过太后是我害死的。害死太后的真凶就在这里。他利用太后，让每一位核心公主饱受滑胎之苦。是谁呢？还利用太后在他手里的把柄，在药里加入剧毒。大家想一想，滑胎虽然伤元气，但不至于死。细菌公主为何而丧命？而我、昆弥还有胡姑，曾先后中毒。如此毒辣的手段，是何人所为？当庭翻供，你以为能救得了你的命吗？救不了。来人，把刘解忧拉下去。哎，慢着！左夫人，刘解忧说的话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他已经是犯了死罪的人，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诽谤太后？难道大家不想听听其中的原因吗？说得这么邪乎，我们倒想听听还能说些什么。既然把话说了一半，为何不把话说全，省得我们大家弄得云里雾里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说清楚。既然各位都想听，那我们不妨听听。刘解忧，你别忘了，
诽谤太后也是死罪一条。那要挟太后，试图颠覆乌孙，该当何罪？毒害和亲公主，谋害昆弥，把持朝政，又该当何罪啊？你能告诉我，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有一个人，他生于匈奴，受匈奴大单于之命，周游西域各地。此人所到之处，无不充满阴谋或杀戮。后来这个人又到了乌孙，假扮成一名乌孙贵族，开始他更深的阴谋，就是要让我乌孙灭族，并入匈奴的版图，从此以后受大单于的统治。这个人利用太后谋害另一位夫人，表面上是为了保证乌孙血统的纯正，而实际上是为断我乌孙的血脉。我之所以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是因为当我知道我的孩子之死跟太后有关，而这个人担心自己暴露，就残忍地杀害了太后。而现在，这个人又夺走了乌孙的王子，以他的性命要挟左夫人胡姑，自己摇身一变变成了乌孙的摄政大臣。此人是谁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常山西侯，我是应该叫你常山，还是同蒲都尉啊？侯爷，他说的可是句句属实。你真的是同蒲都尉吗？常山侯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是啊，怎么会？刘解忧啊，刘解忧，你太能编了！我怎么可能是同蒲都尉呢？我是乌孙的常山西侯啊！各位，咱们相识多年，你们还不了解我吗？太后是一国之母，我怎么会伤害太后呢？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诬陷大臣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来人！同蒲都尉，我还没有说完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证。什么人证？皇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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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吗？五贵，你果然没死。走，我带你出去。慢点，慢点。站住！放开昆弥！把他们带走。走。纳赫雅，不用害怕。今天所有人都在这里，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你告诉大家，太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是乌孙大典，说话一定要小心一点。纳赫雅，你跟随太后多年，诚实可靠，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。是他杀了太后！你说什么？你满口胡言！你一个下人敢在这儿说这种话，下去！你是匈奴人，江湖人称同蒲都尉。他多年前就来过乌孙，他为了隐藏身份，不敢抛头露面。他秘密来到宫里找太后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烈椒弥去世的时候。烈椒弥原本把王位传给了翁归殿下，太后在这个匈奴人的帮衬下，篡改了烈椒弥的遗旨。
军须迷做了昆弥。这个匈奴人就以这个为条件，让太后帮他篡改身份，做了常山西侯。我多次亲耳听见他威胁太后，让太后按照他的旨意，把堕胎药送给熹君公主、解忧公主和胡姑夫人。太后有的时候不肯，他就威胁太后说，要把篡改遗旨的事情说出去。右夫人发现太后送去的汤药是堕胎药后，她怕暴露了自己，不惜连太后都杀害了。你以为太后死了，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？你一个人杀害太后的时候，我就躲在床后，我亲眼看见是你。昆明，常山只求一死。昆明，常山，把刀放下。昆明，常山，原来你一直把刀藏在这里，看来你是早有预谋啊！没想到吧？放下刀。放下刀，我还有活路吗？当然没有。但是我可以让你死得有尊严。今天我要走不出大殿，我就会先杀了你弟弟。好啊，要杀我便杀，有种就来啊！我知道你嘴硬，但是我也知道你怕死。你怕你死了以后，你那心爱的小情人会跟着你哥哥一辈子。昆明。我想用一条人命来换你的赦免，怎么样？你把刀放下，你把文贵放了，我们万事好商量。不是他的命，难道文贵的命比你儿子的命还重要吗？
长山，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死了，我保证，你儿子活不了几天。但是你要放了我，只要出了赤谷，我就让他把你儿子带回来。但是鉴于咱俩积怨太深，我还是先挑了你的手筋脚筋吧。刘解忧，要不是因为你是个汉人，乌孙跟匈奴早就该是一家人了。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废了他。哥，阿依拉，你把刀放下吧。阿依拉，你来干什么？回去，回去！把孩子给我。左夫人，解忧，小王储很好。阿依拉，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哥。阿依拉，不要！我求求你们不要放了我把孩子给他哥吧，千万不要！我把孩子还给你们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刀放下。不可能，阿依拉，把刀放下。阿依拉，你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背叛我吗？阿依拉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把刀放下好不好？不可能，我不想让你再伤害更多的人，你把刀放下。你不是想离开赤谷城吗？我们现在就走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我跟你走。你太单纯了，阿依拉。只要你把刀放下，我求求你。他们会放了我吗？你放了小苍狼，昆明一定会放我们走的，是不是？哥，长山的罪孽深重，就算我能放过他，乌孙的神明也不会放过他。听见了吗？啊！你太单纯了，走。小苍狼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阿依拉，对不起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当你是妹妹，单纯的家人。你知道，我心里爱的是别人。我现在就替你杀了这个混蛋！王兄，阿依拉，昆明，把长山西侯给我拿下！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！小苍狼，你满意了吧？傻瓜，我不想让我哥哥死。可我更不想让你死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我只想让你记住我。小苍狼，好了。好了。兄弟们，眼下匈奴人的5万铁骑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我想问，
你们害怕吗？我知道，一定会有人害怕，这没什么。我也会害怕，我翁归也不想死。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开城投降吗？眼下匈奴人已经开出了条件，只要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愿意退兵。不能答应他。匈奴人要我们交出我们的右夫人解忧。眼下解忧也愿意出城，以换取赤谷城得以保全。是，送一个女人出城，换得大家全部获救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我想请你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，即便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能活得安心吗？我们能让一个柔弱的女人替我们去死吗？如果匈奴人今天要的是我们的母亲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女儿，我们能用他们的性命去换吗？不可能！我们能让乌孙女人替我们去死，我们自己却苟且偷生吗？不可！今天匈奴人要的是解忧，是我们乌孙国母，这是对昆弥的侮辱，对我翁归的侮辱，对每一个乌孙男人的侮辱，我们能够答应吗？不能答应！既然不答应，我们能开城投降吗？绝不投降！既然不投降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死战到底！我们不会孤军奋战的。白天沙将军会突围出去，请来我们的援军汉军，有汉军相助，乌孙必胜。右大将，末将在，你务必要保全怀将军顺利突围。殿下放心，末将一定助怀将军突破重围。今天翁归把自己这条性命与大家放在一块儿，我们死战到底，守住赤谷，守住解忧，将匈奴人杀得片甲不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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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在不言中。解忧就交给你了。路上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安索克，赤谷城生死存亡在此一役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殿下放心，今天我们就做一件事：奋勇杀敌，赤卫乌孙。赤卫乌孙！赤卫乌孙！赤卫乌孙！开城门！赤卫乌孙！赤卫乌孙！跟我回来！撤！安索克，就你这点人，
也敢跟我一战？我乌孙男儿，个个以一当十。我念你也是一员猛将，今天就给你个机会，交出解忧，我还你乌孙安宁。不要恋战，尽快突围。等我好消息。拜托了。乌孙就是公主，公主就是乌孙，兄弟们，杀！杀！怀天杀，他一定能冲出重围的。等援兵来了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我而死。他们是为了你，但也是为了乌孙，为了和平。别再说傻话了。一律，他乌孙竟然如此负隅顽抗。烈王，你不必担心，赤木城内的守军不过万人，我看他们坚持不了多久。一律，加紧攻城，逼他们交出解忧。我匈奴战士不可长眠于此。末将定当竭尽全力。谢谢尤夫人。别谢我，要谢谢解忧公主。再喝一点。解忧，解忧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公主，怀大哥，公主，怀某不辱公主使命。情况如何？敦煌守将愿意相助，不过要等皇上的旨意才肯出兵。什么？敦煌守将已经点起狼烟，长安城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消息，就差皇上旨意了。先别高兴得那么早，万一汉帝不肯出兵，又该如何？不会的，皇帝不会坐视不理。乌孙是大汉的盟友。可即便是汉帝答应，汉军到此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汉军一定会来的，
你们大家相信我，请大家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。好，我们相信公主。我们相信公主，相信公主。哎，公主，冯辽他在外面，去吧。哎，看谁回来了？谁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救人！啊，好。哎，给我找点喝的。都还不清，你起来，少占我便宜。我好累。滚！从今以后，保护好自己。火天杀，你今天吃错药了。平时像个木头一样，今天会说人话了是不是？啊？你答应我。汉军来啦！火天杀，我们有救了，汉军来了！扶我起来！
叛军真的来了！你答应过我的，会听我的故事。哥哥，怎么不过去？我没办法面对怀大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怎么会不断的睡在这儿？金庸，我知道你难受，坚强一点。赵将军带了多少兵马？回禀公主，末将一接到皇上命令，就日夜兼程赶来，但准备仓促，只带了5000精锐。5000精锐解不了赤谷的围城。后续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。但皇上在信中说，要末将拼死保卫赤谷城。我想皇上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辛苦你了。右大将麾下会安排你的士兵休息的，明日一早要跟我们一起战斗。多谢公主。那末将先去安顿了。5000人，根本不足以击退匈奴人，而且现在城内余粮不足，如果不能一举击败匈奴人，我担心赤谷城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不会又想用自己去换取匈奴退兵吧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别说我不答应，赤谷城上下没有一个人会答应。你看看怀天杀，他是为什么死的？你这样做，他死都不会瞑目。公主，这场仗我们一定要赢，不能让怀天杀失望。来，喝点水。
喝点水。又来了。来之，灭之。之前我们能够抵挡住匈奴的进攻，这次也一定能。可是赤谷城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不希望这里遭受涂炭。解忧，你是解忧，你不能放弃。你选择的是赤谷城，不是我。解忧，保护这里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今天右谷离王还不退兵，明日我就出城。亏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把你当对手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。那个就是右谷离王。我猜他是来谈判的。看来到极限的不只是我们。你真的要出城了？为了赤谷城，我要去试一试。解忧见过王爷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解忧公主是这么个女娃娃。我以乌孙右夫人、大汉和亲公主之名前来和谈，王爷却如此傲慢，这就是你匈奴人的诚意？和谈，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看我5万匈奴大军兵临城下，你那小小的赤谷城，我挥手可破，拿什么跟我和谈？好在我们大单于悲天悯人，放你乌孙一马，快快开城投降。解忧就是要告诉你，赤谷城不会投降的。你说什么？赤谷城不会向任何一个人投降。不过大王要是肯退兵的话，解忧倒是有一份大礼可以送给你。如果不投降，那就没得可谈了。哼，解忧告退。等等，您不是不想和谈吗？本王只是好奇，你要送本王一份什么样的大礼？有可能退兵吗？我领大军至此是为3件事：一，赤谷城投降；二，诛杀谋篡者；三，交出你和常山。做到此3件事，我匈奴大军立刻退兵。王爷的条件解忧明白，只是解忧不知道，王爷攻打赤谷城，你手下的5万精兵还剩几成？小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带兵攻城是折损了些兵将，但对付你那小小的赤谷城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姑娘，纵然你身后有几千汉军，挡得住本王吗？解忧不才，但数数还是会的。自王爷攻打赤谷城3天以来，手下将士折损不止1万把。我赤谷城岿然不动，现在又有汉军援助，不知你拿下赤谷城还有几成把握？据本王猜，你赤谷城粮草不过10日，现在还需供给汉军，饭都吃不饱，你拿什么跟本王打仗？而且本王折损兵将，比赤谷城折损的少啊！那个汉将，怀天杀，不就阵亡了？别轻举妄动。为了你城中百姓，还是接受本王的条件为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说，解忧要是不答应，您就一定会打进城？那是当然。夫人笑什么？解忧知道，匈奴军队善战，但是我乌孙的健儿和大汉的将士绝不会甘受屠戮。如果你一定要打，即使赤谷城烧成一片焦土，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也许赤谷城真的会陷落，但是我保证，你得不到一个俘虏，
而你的军队会在赤虎城下全军覆没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只够苍鹰和野狼分尸。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匈奴的草原，岂不可悲？不过解忧也不希望这样，所以才会跟大王提出送你一份厚礼。讲。解忧愿意停战，让你们回到匈奴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乌孙和大汗的联军绝不从后追赶。夫人，我待大军至此，岂可如此退兵？王爷，您在这赤虎城下消耗着粮草、军器，还有所剩不多的补给，马上就要入冬了。难道您希望您和您的部下在这城外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大单于的命令，不过是希望借你5万大军的威势，让我乌孙不战而降，交出我刘解忧，而绝不是让你拼光家产，只带我解忧一人回去领命，对吧？只要你肯撤兵，我会让汉军后撤30里，让你们安全地回到匈奴。夫人，倘若我退兵，与大单于处，当如何交代？解忧不会让你空手而回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什么大礼？常山西侯。常山？对。常山多次加害于夫人，夫人你能放他回家？跟我赤虎城相比，常山西侯的命一文不值，你尽可带他回去。好，夫人，你这份大礼，本王收了。王爷深明大义，解忧感激不尽。但是夫人，本王虽然走了，但大单于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匈奴铁骑便会卷土重来。告诉大单于，我解忧就在这赤虎城中，随时恭候。走。匈奴兵退了！匈奴兵退了！将军，匈奴兵退了！这退了，真的退兵了。有夫人成功了。解忧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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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昆明他……王兄，匈奴退兵了。昆明，哥。殿下，昆明怎么样？
进昆明。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快起来！昆明这么晚来了，是有何事啊？别叫我昆明，叫我温归就好。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。昆明国事操劳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静茹，你怎么了？你抬起头来看看我。我是温归啊。乌孙国没有温归了，只有乌孙之王温归迷。童仆拜见大单于。童仆，你潜伏乌孙多年，耗尽我无数的人力财力，现在你已经失去所给予的一切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有何话可说？童仆无话可说。要知道，现在的你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童仆知罪，但童仆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讲。童仆既无为单于拿下乌孙，最后功亏一篑，这都是拜刘解忧所赐。刘解忧害我失去了唯一的妹妹，也正是他死守赤谷城，让右谷离王无功而返。所以，童仆愿重返乌孙，替单于杀了解忧，请单于恩准。事成之后，童仆愿以死谢罪。公主，就算要走，又何必走得这么急呢？夜长梦多，既然决定要走，那就今夜走吧。公主，你不想走，你舍不得温归，你怕你改变主意是不是？这块玉佩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温归。公主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还带了几个亲信的卫士。冯辽，此次反汉，路途艰辛，你可以不必跟着我。公主，我若不死，就会一直保护你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
西女，帮我跟安索克说一声谢谢他。好，再见，保重。文贵，昆明，你怎么能当着满朝文武突然就跑了？他们说，解忧昨晚连夜就走了，看来是真的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也好。他走了，你就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乌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当年我来西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周围的草木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。不过来的时候我是向西，现在却是向东。路可以往回走，人生却不能重来。来到西域，后悔了吗？若是后悔，这一生有太多的事情要后悔了。如果没有遇见温归，没有暴露玉佩的身世，没有被皇上选为和亲公主。你说的对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也不应该后悔。如果真的要面对的话，我宁可笑着面对。唉，这一路只有我们2个人相伴，是不是有点寂寞？寂寞？怎么会呢？有一位绝佳的伴侣正等着我。绝佳伴侣？粉姑娘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姐姐，你真舍得王子尼吗？妹妹，现在的乌孙是温归的天下。我若是不走，别人岂不是会说我想母凭子贵，把持朝政？再说，我相信温归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的。可是离开了乌孙，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呢？现在还没有打算呢。赤谷城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等你进入大汉疆土之前，我们做个伴儿好不好？正合我意。不过今天天色已经不早，歇息一晚。明日一早再出发可好？好啊，驾！啊，之前2个人恨之入骨，现在这般亲切。哇，女人太可怕了。你这人真奇怪。哪里奇怪了？
现在昆明已经不在了，你大可以跟温归成婚，共同治理乌孙。可你倒好，在这个时候偷偷跑回汉地。我不能留下来。难道你不想陪在他身边吗？想。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就可以的。现在乌孙的昆迷是温归，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抛下一切，在所不惜。再说，昆迷都不在了，你还要跟我抢他呀？姐姐，你我已经不是敌人了，可我一人说不过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也只能这样选择。即使心里再疼，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。小心！公主小心！没想到我又回来了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经营乌孙和匈奴的关系，眼看就大功告成了，没想到最后却毁在你们手里。为此，我失去了心爱的妹妹，失去了单于对我的信任，所以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。义律，你疯了吧？这是单于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吗？我义律可以背叛单于，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无辜。好，那我先杀了你。我要替怀天杀报仇！公主，快走！
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好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不知姐姐会去何处啊？匈奴我是不会再去了，也许我会去汉地，我还没去过呢，去看看也无妨。去汉地，真是太好了，也许我们还能再见。看缘分吧。你的命运还未可知。